在这儿。我的腿好了。不可能啊！我不是被亲生儿子赶出去，被萧山杀死了吗？电话也不接，你想干什么？是不是你摔了爸送给萧山阿姨的玉镯？爸不是也给你买了一个吗？你嫉妒什么？玉镯可是3年前就……难道我重新回到了3年前被萧山诬陷撞断腿的时候？哎呀，别说了，秀琴姐一定不是故意的。我就说了吧，我妈她是不会承认的。正常人谁会承认呀？这不是秀琴姐也不一定是故意的。没错，是我摔的。啊，你承认了？是啊，就是我摔的。萧山，你满意了？这个家不欢迎像你这种贱人，马上给我滚出去！妈，你摔了镯子，做了错事，怎么还振振有词？萧山阿姨是知名经纪人，是大哥的贵人，你怎么敢对她不敬？美丽呀，你也别这么说你妈。她呢，出身农村，又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哎，对我们这种事业性的女性呀，是有些偏见的。哎呀，没关系的，你就别说她了，说不定那个镯子就是老化了。萧阿姨，我妈都这么对你了，怎么还替她开脱啊？你这也太好说话了。我妈她大半辈子都在农村，没见过世面，觉得所有女人都是坏人，都想来当小三儿。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他可不只是来当小三的，他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不只要抢人家的老公，还要谋财害命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别拿你那农村妇女的思想玷污别人。萧阿姨是我费尽资源才请回来的，我告诉你，你只需要做好一个家庭主妇，照顾好我们家，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没文化真可恶！要不是因为你是我亲妈，像你这种土狗，我早就……王美丽。上一世，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劳心劳力，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尊敬，还被萧山这个贱人踩在头上，最后落得死不瞑目的下场。好啊，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比不上这个萧山，那这个家我不要也罢。哎呀，秀琴姐，我们之间呀，肯定是有一些误会的。哎呀，咱们以后呀，就好好相处。你看看，孩子们也挺喜欢我的。好好相处，我认准。站住！这个是我和世人的定情信物，你拿出来做什么？我可是你大儿子的经纪人，你们全家哪个不是待我如珠如宝的？我拿了就拿了，那又怎么样呢？还轮得到你这个残废来问我啊？哎，你不能走，这个是我和世人感情的见证，你还给我！你让开，你这个死残废！你还给我！你不能走！我拿你条项链怎么了啊？这个家的东西以后都是我的。李秀琴，实话告诉你吧，我之所以来皇家，就是要彻底替代你的位置，成为这个皇家的女主人。你别走，把项链还给我！你这种没出身、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拿什么跟我这种城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啊？要是我是你呀，1年前残废的时候跳个河算了，又连累老公，又连累孩子，你还永远活在世上啊！你不能走！你快给我！你快给我！我不要！大哥、二哥，今天你们又给爸妈带了什么？还给我！
不怪秀琴姐，我是看见她拿着这个珍珠项链去换钱，然后去赌，我想去阻拦她，没想到她不但不听劝，她还要掐死我。你竟然拿着爸给你的定情信物出去卖，你怎么有脸做出这样的事？儿子，不是我拿的，是他。不怪秀琴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呀，我不该过多的参与你们家庭之间的事情。那秀琴姐讨厌我也是应该的。这不是我也是看着你们长大吗？我一时高兴才……哎呀，不怪秀琴姐，都是我的错。好了，萧山阿姨，不要再替我妈说话了。自从你当上了我大哥的经纪人，大哥的事业那是蒸蒸日上，不像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帮不上什么忙，也没啥拿得出手的兴趣爱好。现在倒好，残废了，还染上赌了。你是我妈，真是我丢尽了脸。美丽，真的不是这样的，我够了！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还不赶紧给秋山道歉？难怪我手机老是被莫名的扣款，原来都是因为你。老公，我真的没有赌，你相信我。黄世仁英明一世，居然有你这样的老婆，真是丢人！金雪，你相信我，我没有。有你这种混淆黑白、上不了台面的人做妈，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真是，美丽，金雪，你们是我实验怀胎的孩子，你们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外人不相信我？哎呀，秀琴姐，秀琴姐，秀琴姐，快起来！我要……少爷，少爷，少爷，你疯了！你是当着我们的面杀人吗？不是我，你够了！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你给我滚出去！你听不见我大哥说什么吗？赶紧滚出去！金雪，把他赶出去！走吧，儿子。好的，妈。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这种混淆黑白、上不了台面的人做妈，真是我最大的污点。不配为小我宁愿选萧山阿姨当。居然有你这样的老婆！我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我的腿好了。不可能啊！我不是被亲生儿子赶出去，被萧山杀死了吗？电话也不接，你想干什么？是不是你摔了爸送给萧山阿姨的玉镯？爸不是也给你买了一个吗？你嫉妒什么？玉镯可是3年前就……难道我重新回到了3年前被萧山诬陷撞断腿的时候？哎呀，别说了，秀琴姐一定不是故意的。我就说了吧，我妈她是不会承认的。正常人谁会承认呀？这不是秀琴姐也不一定是故意的。没错，是我摔的。啊，你承认了？是啊，就是我摔的。萧山，你满意了？这个家不欢迎像你这种贱人，马上给我滚出去！妈，你摔了镯子，做了错事，怎么还振振有词？萧山阿姨是知名经纪人，是大哥的贵人，你怎么敢对她不敬？哎呦，美丽呀，你也别这么说你妈。她呢，出身农村，又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哎，
对我们这种事业性的女性呀，是有些偏见的。哎呀，没关系的，你就别说她了，说不定那个镯子就是老化了。肖阿姨，我妈都这么对你了，怎么还替她开脱啊？你这也太好说话了。我妈她大半辈子都在农村，没见过世面，觉得所有女人都是坏人，都想来当小三儿。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她可不只是来当小三的，她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不只要抢人家的老公，还要谋财害命。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别拿你那农村妇女的思想玷污别人。肖阿姨是我费尽资源才请回来的，我告诉你，你只需要做好一个家庭主妇，照顾好我们几个，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没文化真可恶！要不是因为你是我亲妈，像你这种土狗，我早就……王美丽。上一世，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劳心劳力，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尊敬，还被萧山这个贱人踩在头上，最后落得死不瞑目的下场。好啊，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比不上这个萧山，那这个家我不要也罢。哎呀，秀琴姐，我们之间呀，肯定是有一些误会的。哎呀，咱们以后呀，就好好相处。你看看，孩子们也挺喜欢我的。好好相处，我认准。你疯了！当着我的面就敢打人？是啊，我打了，怎么样？萧山阿姨和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闭嘴！你是我的女儿，天天胳膊肘往外拐，向着这个外人。你真是太粗鲁了，随随便便就打人啊！我就是粗鲁了，怎么样？反正在你们眼里，我是不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我今天就是打她了，怎么样？放肆！好啊，既然你们每个人都看不上我，都觉得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什么都比我好，那你们就去认她做妈好了。这个家，我不要了。哎呦，秀琴姐啊，都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你要是有什么气，你就发在我身上。哎呀，你打我，我肯定不会生气的。好啊，你确实该打。这一巴掌打你登堂入室抢我家人，这一巴掌打你口蜜腹剑颠倒是非，这一巴掌打你丧尽天良谋财害命。这一窝子白眼狼，我不爱了。你那么喜欢，全部带走好了。这一局我不玩了。妈，别叫我妈！从今天起，我李秀琴跟你们黄家恩断义绝。哎，妈。
秀琴啊，你说你为皇家辛苦付出这么多年，结果到头来却落得两手空空，连吃碗面的钱都没有。天地茫茫，我到底该去哪里呀？难道是小山和那群白眼狼还不愿意放过我？秀琴，真的是你！快起来！哎呀，你没事吧？你是赵建国？是我终于找着你了。啊，4块。好嘞，给我这钱，给我这钱。这位兄弟，来一碗。我没钱。哪来的流浪汉？赶紧滚！等一下，我刚好多煮了一碗，你帮我吃了吧。拿着，不够吃我再帮你加啊。当年我创业失败，身无分文，整个世界都看不起我。要不是你请我吃了那碗水饺，保护了我的尊严，我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苍天开眼，终于让我找到你。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小事，曾经帮过的陌生人都愿意涌泉相报，我掏心掏肺的家人却对我……秀琴，你的家人呢？我没有家人了，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你要干嘛？我带你回家。爸，你可算来了！妈把我和萧逸都给打了。什么？大哥可以作证。没受过教育的就是可怕粗鲁。你妈呢？还不赶紧把她给喊出来，给秋生道歉！爸，妈离家出走了。她敢！来，秀琴，喝点汤，暖暖身子。谢谢。秀琴，你客气什么呀？你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只要你想，无论是什么，包括我的整副身家，还有我这个人，我都可以给你。建国，你真好，但是真的不用为我做到这种地步。你不但救了我，还给我地方住，我已经很感激你了。气死我了！秀琴阿姨，你家人也太过分了！你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把你赶出来了。要我说，这些人就应该得到报应。爸，不行，咱们就动用。芊芊，别乱说话。好，秀琴，你一个人现在已经离开了皇家，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呀？我想好了，靠人不如靠己。我打算重新再开一家饺子店，来养活自己，开启我新的人生。阿姨，干饭店多辛苦呀！要我说呢，你不如考虑考虑我爸，他呢可是手……秀琴，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相信你，只要是你，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谢谢。那就让我们为秀琴阿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干杯！好，来，秀琴，我们干一干。好，干杯！上辈子我为皇家人付出了一切，也毁掉了我自己。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秀琴，秀琴，哎呀，秀琴。
小钱，别忙活了，来来来，你看谁来了？慧萍，小凤，你这死丫头，终于小心掐我们了，俺家都想死你了。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两人是我从小最好的闺蜜，可是嫁给黄世仁之后，她就勒令我不准再见这些农村人，就连我腿废了都不准探望。真没想到，重来一世，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慧萍，小凤，能够再见到你们，我真的是太开心了。这一世，我们再也不分开，一定要做最好的姐妹。那是当然，我们可是打小的交情。秋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是不是黄世仁对你不好？那一屋子的人，一个负心汉，3个都是白眼狼。秋琴，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姐妹马上过去给你讨个说法。不用了，我已经看透他们了。这一辈子，我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瓜葛。我现在要好好过，开始我新的人生。你的打算我们都听建国说了，你放心，这次我们姐妹肯定帮你。好。我宣布，秀琴饺子店正式开张。好，大家都进来尝尝吧。来来，大家里面请，里面请。谢谢。来，萧姨，多吃点儿。我哥在剧组的男1号啊，全靠你了。好。哎，世仁，我记得你最爱麻婆豆腐了。季轩，黄季轩，你妈回家没有？我给妈打过电话，她关机了。大男人还敢跑，他是连这个家都不想要。就是，都多大年纪了，还玩这种离家出走的性命，以为我们会哭着求他回来，真是不诚实。她不过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一没本事，二没钱，等什么时候饿怕了，应该就回来了。是，大哥说的对，爸，别太担心。我就是觉得你妈出身苦，跟我在一起之后，舍不得让她吃苦，才让她在家里好好享福。可是没想到，居然把她养成了这种无法无天的性子。这次回来，谁都不许为她求情，我一定要好好治治她身上的坏毛病。哎呀，世仁，你这话就重了。虽说我受了伤，可秀琴姐也不是故意的嘛。她打了你，你还替她求情。她要是能像你一样通情达理，我都不知道要省多少心。你们吃吧。啊，来，萧姨，我们吃啊。秀琴，秀琴，老爷，夫人还没回来。该死，我头疼的厉害，居然把这事给忘了。去，给我熬个安神汤。我做不来了。熬个汤你都不会，要你有何用？夫人熬安神汤需要整整28道工序，熬完需要1天的时间。这么麻烦的汤，只有夫人愿意做。啊！我每天都在喝的安神汤，居然如此麻烦。老爷，夫人每次看到您和少爷、小姐工作劳累的时候，都可心疼了。她每天都跟我们说要好好照顾你们，她不能在工作上帮助你们，只能在生活中照顾好你们。特别是那个安神汤，工序又复杂，
还要虔诚看火。但是夫人听说很有效，就亲自去找了个老中医，求了药方，每天都熬，就是为了老爷能睡个安稳觉。世然，出去！安神汤熬好了，你赶紧趁热喝，喝完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不让你抽，你没听见吗？我这是熬了整整1天。你们这些乡下人，就是喜欢迷信这些偏方，谁叫你们忘了什么东西？要不然买了，不喝。等等，你改变主意了？把地板弄脏了，擦干净，擦干净！夫人为了这个家，可真是呕心沥血呀！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夫人的下落，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秀琴，可以呀，就这么几天，这本儿就回了个七七八八了，这生意也太红火了。看来我们要多找几个人做大做强了，是吧？年轻的时候，秀琴的手艺就是出了名的好，要不然怎么供得起她那个负心汉？再说吧，现在饺子店也是刚起步，我们继续努力。是，继续努力。好，继续努力。爸，这么着急叫我们回来干嘛呀？对呀，我和大哥还在和萧姨喝下午茶呢。你妈都离家出走小半个月了，你们两个还有心思喝茶？爸，说美丽干嘛呀？妈她那是愿意离家出走。再说她把我们都拉黑了，我们就是想找她都无能为力啊。就是啊，虽然妈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她到底也是个大人了，爱情不会丢的。照我看呀，她就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过几天气消了，她自然就回来了。黄俊杰，那可是你亲妈，这么多天没回来，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记得他有2个发小来着，一个姓周，叫什么来着？我想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你妈是不是在那里。我怎么可能有那些乡下人的联系方式？你，原来一家人只要一个人放手，就真的再也找不到了。秀琴，你到底在哪儿？老爷，少爷，小姐，夫人的下落找到了。秀琴现在在哪儿？有人看到夫人开了一家饺子店，就在城北的夜市。快去备车，我接夫人回家。是。好吃。哎呀，真好吃。怎么样，秀琴阿姨的手艺还不错吧？合你胃口吗？太好吃了，阿姨，这个饺子啊，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你喜欢就好，以后要是想吃了，就经常过来，管够。秀琴阿姨，你手艺这么好，而且呢又温柔体贴，对我又这么亲切，你这么贤淑的人呀，可不能孤零零的一辈子。现在呀，你跟皇家又断绝了关系，你自己一个人，要不看看身边的人，考虑考虑找个伴儿。我现在这种情况，黄脸婆一个，有谁能看得上我呀？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嘿，
疯丫头，净瞎说话。是啊，秀琴，我觉得建国比你之前那个好多了。建国人成熟稳重，最重要的是他从不介意你的农村出身。秀琴，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是啊，是啊，秀琴，考虑考虑吧。我这农村人啊，就是农村，连离家出走也只能来这种脏的。别吹，爸着急呢，不说话没人把你当人。小琴，秀琴，秀琴，你来干什么？哎呀，真是上不了台面。堂堂皇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就爱吃这些廉价的脏东西。哎呀，要是让我的小姐妹知道我妈是这样的人，那不得笑死我！闭嘴！秀琴，这几天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家里人多担心？家，黄世然，我跟你们黄家已经恩断义绝，那是你家，不是我家。我知道，这次是儿子做错了事，没照顾好你的感受。这样，你先跟我回家，我一定给你个公道。做错事？你们做错什么事了？你们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土包子，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你们要我干什么？有枪杀不就得了？哎，秀琴，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身体不舒服吗？你走开！不要你管。秀琴，你闹够了没有？你承认现在自己离开黄家以后，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不在乎黄家，也不在乎我和儿子女儿的脸面了吧？你走开！黄世然，你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乎黄家的脸面，你有顾过我的死活吗？我在黄家为了你和孩子，任劳任怨了大半辈子，你不闻不问。现在我离开了，你为了黄家的脸面又来找我。我身体不舒服，你有来问过我一句吗？现在我走了，你还想让我回去？你觉得你配吗？对不起，秀琴，刚才我只是一时情绪激动了。这样，你先跟我回家好不好？走！黄石，你非要逼死我吗？秀琴，我没那个意思。等等，秀琴，别碰我！妈，别逞强了，跟我去医院看看吧。妈！黄石，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啊？流鼻水，我已经尽力了，你别死吧！秀琴，你现在都急成这个样子，你还要硬撑到什么时候？你真的要死了吗？对，我就这是死了，我也不要跟你们黄家有半毛钱的关系。啊，秀琴！秀琴，秀琴，秀琴阿姨，秀琴，秀琴，不可以，秀琴，去医院！别着急吧，没事。哎，哥，你不是医生吗？你不能给妈看看？我骨科医生，我又不是内科医生。谁病人家属啊？我是医生，我是病人丈夫。病人劳累过度，情绪不稳定，幸亏送来早，不然就危险了。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她丈夫呀？累出胃病了都不知道。行了，签字吧。病人说只有赵建国才能替他签字，你们谁是赵建国啊？你们谁是赵建国？
我没事。我是。签字吧。爸，快签。护士，他怎么样了？现在？他情况挺好的，今天可以出院了。你跟我来一趟吧。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你们没事吧？没事，秀琴，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傻孩子，我突然出事，你肯定吓坏了吧？阿姨，你没事就行，你吓死我了。静轩，你还没吃饭吧？这是我亲手包的饺子。我儿子他一定是太忙了，我一定要伺候好他，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妈，人家医生都说了，没什么大事，就是积劳成疾，回家休息几天就好。跟我们回家休息休息。妈，谁是你妈？我在你们黄家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弄成现在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们？黄静轩，你现在认错，就是想让我回去继续任劳任怨，做你那个你说的什么都不会，配不上你的妈。你听我解释，我不是那意思，其实。够了，黄静轩，你虚伪的样子更让我觉得恶心。你的妈太高贵，我高攀不起，你另找他人吧。听清楚了吗？别碰秀琴阿姨，你让我看着恶心。秀琴阿姨，走，我带你回家。秀琴说了，你凭什么带走啊？你没听到吗？秀琴已经说得很清楚，她要和你离婚，离婚协议已经放到你的桌子上。够了！秀琴在你们黄家这20年，这是20年，就当做秀琴在你们黄家这20年的福分。从今以后，秀琴和你黄家连不清楚。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秀琴和你黄家再无任何关系。拿着。秀琴，你别走！秀琴，我只想告诉你，之前是我工作太忙了，没注意到你的付出。你现在出了病天，我都看到了，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们的。回来吧，你之前在黄家受到的所有委屈，我都会一一给你补偿的。黄世仁，你真的是有心了。知道和我来打感情牌，但是你现在所给我的这些东西，都在告诉我以前自己有多蠢，有多傻。为了我们黄家，辛辛苦苦付出了我大半辈子。秀琴，抱歉。不需要你虚伪的道歉。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滚！秀琴，你们黄家对秀琴所做的一切，来日我是找你们一清算。妈，她什么意思呀？亏你还想挽留弥补她，我看啊，她就是傍上了这大患，所以才不要我。黄美丽，你要是再敢说秀琴的坏话，你就别当黄家的女儿了。知道了。秀琴，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秀琴阿姨，您这辈子过得真的是太辛苦了。好了好了，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你别跟着不开心了。早知道您过得这么辛苦，我就应该让我爸早点找到您。一会儿你不孝顺您，阿姨，从今以后我给您当女儿，我来孝顺您。秀琴，这张卡你拿着，里面的钱虽然不多，但是也足够你这辈子舒舒服服的活着。阿姨，这是今年的新茶，您尝尝。哦。妈，你怎么来了？我不来，我怎么知道那个小贱人在家又作威作福了？让他滚出来，给萧山道个歉，否则休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媳妇。妈，秀琴还没有回来。你说什么？他还没回来啊？哎呦，这说明这钱还没用完呢。等钱用完了，他自然就滚回来了。她就是狼一样的女人，养不熟。是人，嫂子可能心里一时有气，等她气消了，自然就回来了。我没关系的。你看，还是萧山懂事儿。当初我儿子要是能娶跟你一样知书达理的城里女孩，我现在能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吗？妈，秀琴嫁给我一直都是任劳任怨，无论你提什么要求，她都是马上去做。你这样说，过分了。蛇似的，不是他什么都不干，怎么可能积劳成疾呢？你去把王妈给我叫进来。是，我要当面揭穿他的谎言。太太，我来了。你说，秀琴每天都在做什么？你说。李秀琴每天都做些什么？太太，夫人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给老爷和少爷小姐们准备早餐和一天的着装，然后开始熬煮安神汤，还要绣灵药的那幅《万寿无疆图》。你是说3楼房间里那个2米长的绣作都是我妈一个人绣的？就她一个人？对呀，老夫人说，一定要夫人亲手一针一线的绣，这样才有诚心。有时候一天要绣好几个小时了。奶奶，哎呦，我是皇室人的亲妈，她是皇室人的老婆，这些事情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一个乡下来的，一身的臭毛病，她能嫁到咱们皇家这种高门大户的，我这么做是怕她养成娇奢的性质。
再者说了，让他干点活不好吗？啊，你看人萧山一路打拼，有了自己的事业，人家叫苦了吗？啊，他还敢动手打人，我看他就是死性不改，改不了他那农村人的臭毛病。不止如此，夫人偶尔还出去兼职了。什么？夫人还需要出去做兼职？对，老夫人说家里的钱都是皇家的，不允许夫人用皇家的任何一分钱。于是夫人生病了，没有钱去看医生，只能出去打零工挣钱。奶奶，你也太过分了！再怎么说，她也是我的亲妈。为什么不能用皇家的钱？这张卡就是这些年来秀琴的积蓄。你瞅瞅，我就知道嘛，我们皇家这家大业大的，怎么可能让他积劳成疾呢？我说什么来着？这个家不仅给他钱用，还供他吃喝。这农村长大的人就是这个样，喜欢装可怜骗人。我要知道他这个样子，当初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他进这个家门。我找人查过了，现在这张卡里只有53块，都是秀琴辛苦赚的。我查过消费流水了，里面最大的一笔就是给您买生日礼物。这些年，秀琴一心为着我们着想，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都拿来买我们喜欢的东西，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去吃。那他也是活该，他也是这家的一份子。那身体不舒服用钱，那可以直说嘛，那也可以找财务去支钱嘛，又没人拦着他。太太，我想起来了，夫人应该去找过财务。我就知道嘛，他肯定得去。夫人平时生病的时候没法做兼职，就去找财务支钱，收据都在这里了。怎么了？这些不是发票，是借条，而且每张都是10块、20几的欠条。这上面竟然还写着还款日期。妈，我就想知道，几十块钱、几毛钱都需要打欠条。秀琴在我们家究竟是家人还是下人？借条？借条？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一直都是这样。我劝夫人多要点生活费，但是夫人说老太太说的对，家里的钱都是老爷辛辛苦苦赚来的，不能随便花，不能给家里添麻烦。这些年
罪人。您这叫随便玩玩，那全天下的刺绣大师都得羞愧的抬不起头了。你这孩子拍马屁的伎俩真是越来越厉害。哎呀，你说什么呢，爸？秀贤，我今天晚上要参加一个小宴会，需要一位女伴来陪同。那个，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啊？不了不了，我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怕给你们丢人啊。之前我也对这场宴会十分向往，那时候多希望黄世仁能带我一起去参加了，但是黄世仁说我一开口就土里土气，会给他丢脸。我去了连话都不能说，水都不能喝，久而久之心思就淡了。哎呀，秀琴阿姨，你就陪我爸去吧。打我记事儿以来呀，我爸就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一个，外面的人呢都笑话他是个老光棍儿。你就当满足我的愿望，陪他去吧，让他呀好好打打那群人的脸。这，阿姨你就去吧，求求你了，你去嘛去嘛，阿姨。好好好，我去。小滑头啊，太好了！秀琴阿姨要去了，我呢给你准备最漂亮的衣服，然后惊艳全场，嘻嘻。这孩子。你说这发布会马上开始了，怎么还不来？是啊，这都到点儿了。小闪呐，还是你识大体。这次电影发布会，那可是云城首部邀请，非常重要。世人需要个女伴，你看你二话没说就陪着过来了，要不然呢，咱们黄家这次可就丢脸了。哎呀，阿姨，我都做了俊杰多长时间的经纪人了，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的家人啊，就是我的家人。世人现在有困难，我是一定要过来帮忙的。对，哎呀，那还是多亏你了，俊杰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成为这部电影的男一号啊！你呀，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哎呦。世人，怎么，那个李秀琴还不愿意回来？秀琴她不接我电话。哎呀，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回来也是给我们黄家丢脸。今晚你就带着萧山去参加宴会，这才是给我们黄家争面呢。这人好像来头不小，是谁呀？可能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传说中云城首富啊，就是那个年不过半百就已经坐拥云城半数财富的黑白两道通吃、事业遍布全球的云城首富。没错，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有了他的巨额投资，才得以成功落地。他可是咱们黄家的大贵人。太好了，等会儿我们一定要好好拜访一下这位首富大人。你说对。秀琴，是他。秀琴，你们来了啊！外公不得了啊！你好好打扮一下，居然这么漂亮。是啊，是倩倩一定要我穿的。你说我这都一把年纪了，这么穿是不是不太好啊？好，非常好，这身衣服非常适合你。难道赵建国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神秘首富？不可能，
英她连饭都吃不起，怎么可能会成为首富？若不是晋轩今晚要主持手术，估计他也难以想象妈竟然能出现在这种大场面。谁让你到这儿来的？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庆国，你先进去，我一会儿找你。倩倩，陪陪你爸爸。你注意安全。秀琴，秀什么秀？李秀琴，你终于知道回来认错了。这位老夫人，您误会了，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人邀请才来。哟，就你这么一个乡巴佬，也配受云城首富的邀请？老夫人，所有进来的人都要提前出示邀请函，夫人肯定是有邀请函才能进来的。这就叫小人得志，来就来了呗，反正也是三鸡配龙头，丢人。还是萧山好啊，得体又大方。我说你们皇家是撅屁股看天，有眼无珠吧？就是，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就他那样的，连我们家秀琴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慧萍，小凤，我们走吧。好，逞一时口舌之快，是弱者的本色。欢迎各位来宾，发布会马上开始。哼，好，反正宴会马上就开始了。李秀琴，你就好好看着，待会儿你就知道你跟萧山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本次发布会的规模远超前往，那是因为我们这部电影得到了我们云城首富的大力支持，将会成为史诗级的巨作。而据可靠消息称，首富大人之所以愿意资助这部电影，是因为本部电影的男主黄俊杰先生身边的一位女性长辈曾经帮助过这位首富大人，首富大人看在贵人的面子上，才决定资助电影。这就是传说中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萧姨，主持人说的肯定是萧姨。当然了，只有萧山才有这么厉害的人脉。多谢你，萧山。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可是老爷，咱们皇家不止一位女性长辈，还有秀琴夫人，她也是少爷的长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有手段认识首富呢？好了，小周，我知道你和秀琴关系好，但秀琴只是农村出身的家庭主妇，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可能会认识首富大人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伟大的夫人和她的家人一起共享这份荣耀。快，小沈，我们上去，快，我们一起。气死我！没事的，别管他们。爸，他们也太猖狂了。放心吧，倩倩，好戏在后头。各位来宾，晚上好。黄先生您好，你们皇家可给我们这部电影挣足了脸面，我代表电影方向您表示感谢。哎呦，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推动电影行业的良性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业界标杆应该做的。各位，今天我儿子能获得这个男主角，离不开他身边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我就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我儿子的经纪人萧山。等一下，黄先生，您说您要介绍的人是萧山？是啊，有什么问题？不对呀，名册上说首富的恩人不是叫萧山，而是叫李秀琴。什么？李秀琴？秀琴，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是我们这边没有弄清楚，本来是想给大家设置个悬念的，现在让我们请李秀琴女士上台。不好意思，各位，还请各位马上下台。这怎么可能？是秀琴，秀琴，你是损出，你竟然给我们准备这么大一个惊喜！你真是首富，怎么早说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认识首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贤，别再犹豫了，赶紧上去吧。今天这个地方独属于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比萧山还厉害？好了，不管是萧山还是秀琴，都是皇家人。等会儿他在台上肯定要发表感言，感谢家里人。我们要随时准备好状态，和他共享这份荣耀。你说的对，等一会儿上台，我要好好的说说，当年是我点头，她才脱离了农民这个身份，嫁到我们皇家，作为了人上人。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了这里，有点摸不着头脑。既然我今天站在了这里，我还是要感谢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他们对我的疼爱和支持，就没有我今天的浴火重生。以前在前夫家，我事事伏低坐下，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但是我现在变了，我要继续努力，开启我人生新的征程。我要让大家知道，出身低微并不会一辈子都让人踩在脚底下，咸鱼也有翻身之日。现在我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爸。我怎么感觉妈说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们？送给我最好的2位朋友小凤、慧萍。好。送给我最好的2位朋友小凤、慧萍。秀琴，你真的认识首富啊？难怪一直瞒着我们，这惊喜也太大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上天给了我机会，我就是要在大家的面前好好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一起帮我经营饺子店，我很难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快走出来。死丫头，也没影响你做这些干嘛？是啊，我就错了。我今天好不容易化的妆，你陪我。我陪你，回去就陪你。好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们走吧。等等！李秀琴，你想干什么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不应该感谢我们皇家人吗？你跟这些外人拉拉扯扯的，你藏几个意思？外人，你去问问你的儿子、孙子和孙女，别忘了，我已经跟你们皇家人断绝关系了，你们才是外人。你跟家里人这是怎么说话的？老太太，火气这么大，小心血管爆哦。你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你们只把他当做可供使唤的牛马。怎么，现在却承认他是你们的家人？有你们这样的家人？算了，建国，别和他们说了，走吧。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吧，来吧，怎么样，哥？发布会还都顺利吧？哎呦，你看我这嘴就多余问了，有肖阿姨在，肯定没问题，不会出错的。哎，肖阿姨是怎么了？呀，今天这个宴会彻底被李秀琴这个小贱人给搞砸了。
今天的主角明明应该是我，居然风头全都被他给抢了。大哥，秀琴，我怎么感觉今天才开始真正认识你？建国，今天这事应该和你有关系吧？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秀琴，你可真是太聪明了，我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啊。秀琴阿姨，我爸呀给你准备了惊喜哦。欢迎光临，我的女主人。欢迎回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秀琴，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惊喜。秀琴阿姨，其实我跟我爸一直有件事瞒着你。我爸他就是云城首富。云城首富？秀琴，其实在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跟你表明我的身份，只是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你的身体有积劳成疾，我怕跟你说了实情之后对你产生刺激。秀琴，我现在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你不会怪我吧？秀琴阿姨，我爸知道您的下落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就给黄俊杰的电影投资了一大笔钱。没想到他就是个白眼狼，为了狠狠打他的脸，也是为了给您一个惊喜，我们才瞒着身份的。您不要生我们的气好不好，阿姨？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们现在又……秀琴，你的前半生活得太辛苦，往后余生，让我陪着你，好吗？可是，我现在这个情况……秀琴，我知道你的坚强，你的努力，你的温柔。你放心，我不是要求你现在就答应，我只是想，你能给我一个陪在你身边的机会，好吗？好。王总，这是您夫人手机，密码已经破译了。王总，您这样一直待在公司，身体吃不消啊，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家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这样的地方，秀琴居然待了大半辈子。小凤，我终于学会玩智能手机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公黄世仁，看到他努力工作的样子啊，我就会觉得我李秀琴这辈子没有嫁错人。现在是早上凌晨5点，老公一会儿要去开早会，我特地起床做了一份爱心早餐，他一定会喜欢的。
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诗人啊，我给你做了一份爱心早餐，你尝尝。早上他吃的这么油，简直倒了胃口，把这倒掉。这是我凌晨起床特地给你做的。今天诗人又谈成了一个大项目，他今年才40岁，就已经是全市知名企业家了。新闻上啊都有他的报道，我都看了好多遍，都能背了。真希望啊我们的孩子俊洁、静轩、美丽，能够和他爸爸一样，又孝顺又有出息。啊，对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要亲自做一碗长寿面给他送过去。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最喜欢吃我煮的面了。我亲自给他送过去，他一定会非常惊喜的，对不对啊？原来那碗面真是他亲手做的。保安大哥，我真的是你们黄总的老婆，我给他来送长寿面的，你就让我进去吧。不可能，没有公牌不许进去。再说了，你看看你这灰头土脸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我们老板的老婆？你这乡巴佬，赶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真的是他老婆上去。啊，老公，老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带长寿面，你快尝尝。公司不是你能拿胡闹的地方，回去！不用害怕，你没做错，以后500真的不要放进去。是。哎，老公，我都带过来了，你就尝尝吧，尝尝。给我开！老公。不是你能拿胡闹的地方，回去！500真的不要放进去。不是我送。秀琴怎么样？今天你亲自过去送长寿面，你老公一定特别惊喜吧？喜欢，诗人特别喜欢，他把长寿面全都吃光了，还夸我手艺还跟当年一样好。都是我伤害了你。秀琴阿姨，你最近气色好多了。倩倩，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秀琴阿姨水饺店的生意现在是非常火爆，而且她的绣品也被好多人看到了啊，还有人邀请她去开讲座呢。不会是那天去吃饭的捷克王大师吧？是他。Oh my god， 他可是设计行业的大拿哎。没错，看了我的作品吗？觉得我的刺绣图案设计非常有特点，想邀请我去分享经验，还想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工作室。真是没想到，我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能够焕发我事业的第2春。哎，只要有心啊，什么时候都不晚。我呢，100%支持秀琴阿姨。钱的方面呢，不用担心，我跟我爸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秀琴，你真的想去做设计大师？
夫人，小姐，外面有位自称是秀琴女士丈夫的人想要求见。爸，妈新家条件这么好啊，这可是全市最贵的别墅啊！秀琴，你终于肯见我们了。有话直说，我跟你黄总可不熟。我做了碗长寿面，我特意查你的口味，是你最喜欢吃的酸辣味。黄世仁，你讨好我也看看时间吧。今天是我的生日吗？还长寿面，你有没有一点常识啊？再说了，都这么久时间了，面都坨了吧，少摆出一副讨好我的样子。我不再是当初那个靠你吃饭的李秀琴，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可这是我对你的一片情深。寿面，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少废话！来人呐，请二位皇家大爷出去。是。秀琴，秀琴，李秀琴，你别忘你什么身份？难道你不想回皇家了吗？对，我还真就是这么想的。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就等你了。从今往后，我是我自己，再也不是你们皇家的佣人。给我轰出去！是。秀琴，走。秀琴，走。来吧，你是肝病啊，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大起大落。快，把这护肝片吃了。来，妈，真是太过分了！你为了做这碗长寿面，辛辛苦苦忙活了一早上，饭都没吃，他还这样对你，害得你肝病都犯了，他还丝毫不领情。不怪他。哎，他对你态度都这样了，你还向着他说话？发的烧钱，你只要看到里面的内容，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他了。老公，我都带过来了，你就尝尝吧，尝尝。滚开！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从今以后我只是我自己。爸，爸，爸，爸！黄医生，李胖没事了，他因为肝病犯了，加上情绪激动啊，所以才晕倒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就好。谢谢您啊，李医生。那个，您是治疗肝病这方面的专家，我把这病啊都养着您了。应该的，应该的。太麻烦了啊！我妈真是太过分了，大家明明都是一家人，可她今天这个态度明显没有把我们当自家人，更像是仇人。这是你发的烧钱，你只要看到里面的内容，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对他了。今天是我们一家人拍全家福的日子。我在皇家待半辈子了，今天终于能和老婆有一张正式的全家福了。静轩，你换完衣服啦？马上都要拍全家福了，你怎么还穿的这么土？身上怎么有油烟味儿啊？我刚才在给你们做饭。一会儿啊，站到边上，别破坏我们全家福。
爸，你看看，还穿这么土啊？爸，你真精神。过来吧。过来吧。曾经对妈说过这么残忍的话吗？秀琴，你不是说要拍全家福吗？怎么没见你发照片？哎呀，那天突然下雨，拍全家福的计划泡汤了。不过我小儿子静轩怕我失落，特意安慰我说，即使没有全家福，我们也是一家人。这是我小儿子黄静轩，他人可好了。这是我小儿子黄静轩，他人可好了，对大家都好，对我更好。小时候他就说了要学医，将来给我治疗腰疼的老毛病。静轩，这个是妈给你织的毛衣，你试试。谁让你进来？出去！再和你说件事情啊，我小儿子已经医学院毕业了，现在啊是整个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生。他呀还参加过学术论坛，接受过采访呢。对了，今天晚上的医学论坛第8期第20分钟36秒，还有他的专访呢，你记得要去看看啊。妈。谁让你进我书房的？只是想看看你的奖状，和朋友们炫耀炫耀。出去！以后我书房没有我允许，不许进来。妈，原来是我们把你变成这样的。静轩有洁癖，不喜欢别人随便进他的房间。我以后要好好记住，静轩吃东西只吃切好的。好，那以后我要把橙子切好了再送到他房间去。我为了能跟静轩有共同话题，每天晚上熬夜看医书。可是我不太懂里面的东西，医学好难啊。不过能跟儿子多说几句话，再累也值了。出去！出去！静轩，你工作辛苦了，吃点橙子补充一下维 C 吧。静轩，《本草纲目》里这个药材是什么作用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听得懂吗？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对他这么差。轩，你看，我帮你找到了药材，拿着。不需要，以后别来我工作的地方找我。王医生，这个阿姨是谁啊？怎么浑身脏兮兮的？不洗澡了吗？家里保姆。来送东西。王医生家境可真好，高富帅，
家境好，父母一定都是厉害的人。行了，别待着了，回去做饭了吧。你这段时间调养的还不错，各项指标啊都已恢复正常。不过以后还得清淡饮食，忌辛辣，忌荤腥。好，我们记住了，辛苦你了。走吧，秀姐。妈，听说你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吗？放心吧，离开你们黄家之后，我身心健康，每顿饭都能多吃2碗。妈，昨天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了，我承认，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妈。但无论怎么样，我都是您的儿子，我们始终是一家人。儿子，一家人。黄锦轩，你不会真的以为周某总要给我道个歉，然后用所谓的亲情来绑架我，让我继续回去给你们黄家做牛做马？你们黄家的人都是冷血的。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救救儿子！把他给我心上，杀我！黄锦轩，你在干什么？你按错位置了，你会害死他的。妈，我知道你对我这个儿子有不满，但是先让我救人好吗？一会儿再发泄。混账东西！他是个孩子，不是大人。你按住他的呼吸道了。滚开！不能压住呼吸道。快，送到急诊室。妈，这些医学知识你都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当然是我在看急救13手册等医学类书籍，只是为了和我的小儿子多说几句话的时候。当初要不是为了讨好你，秀琴就不会一个人跑到山上挖草药，从山上滚了下来。幸好他付他命的，要不然他早死了。你刚才不是说你错了吗？那我倒想问，作为医生的你，曾经你妈在家里累得药都吃不起来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当她感冒发烧，连买药的钱都没有的时候，家里做家务，连到快要累死的时候，身为小儿子的你又在干什么？算了，姐夫，我已经没有小儿子了，我们回家。我等着看着你们黄家有后悔的那天。走，秀琴。好。滚开！错，我能配当你的儿子啊！二哥，怎么了？魂不附体的。爸，我今天在医院见到妈了。你妈？医院？你妈怎么了？她比在我们家任何的时候状态都要好，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对她太不公平了？自从萧山阿姨来到我们家之后，凡是有一丁点儿的风吹草动，我们全家人就紧张得不得了。而我妈呢，受尽了那么多的委屈，却得不到我们一丝一毫的关心。我今天看到她在医院治病救人，手法娴熟，沉着冷静，在场所有的人都为她鼓掌称赞她。如此一位优秀的妇女，
却被我们当成一个从农村来的土包子。我们从未给过他任何的鼓励和称赞，这对他来说公平吗？都怪我，要是我能够早一点意识到，说不定你妈也不会走，也不会和我们弄得这么僵。是啊，可惜如果一旦有了裂痕，就很难修复了。不是，爸、二哥，你们最近都怎么了？妈给你们灌迷魂汤了，明明是他先动手打的人。萧姨可是大哥的经纪人，要是萧姨生气了，大哥的钱都全毁了。我妈，她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农妇。闭嘴！美丽，我知道你心里对你妈有怨气，但是轮到你这么说你妈，我凭什么不能说她？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清楚得很。当初要不是因为她，我能失去我唯一的孩子吗？我不和你们说了，我还要去参加酒会。站住！美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你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合作愉快。哎，赵总，你好，你好。哟，强盛集团的刘总，幸会幸会啊！你好，刘总，幸会。我妈怎么也在这儿？你认识她？她最近名气可大了，接连发布不少国画刺绣，在网上火爆了。听说蛮多新贵都想跟她结交呢。浪费资源，她一大半辈子都在农村生活，这般年纪能做出什么优秀作品？你可别瞧不起他。听说设计界的顶尖大师杰克王看了他的作品，都十分满意，甚至邀请他参加1周后的云城设计大会。哎，正好有时间，要不要一起去？去。美丽啊，不是参加酒会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别提了，晦气。哦，我是说我在酒会上看见妈了。妈要当设计师了，而且还被邀请去云州设计交流会，就连设计界的大师杰克王都对她的刺绣作品十分看好。没想到妈竟然这么厉害，不仅会治病救人，还懂刺绣的医术。我们真是对她了解太少了。就算她再优秀，我也不认可她。当初我怀着孩子出了车祸，她见死不救。从那时候我就决定再也不认这个恶毒自私的妈。美丽啊，就是妈的手机，从来没有看过里边的内容吧？我闲的没事看她手机干嘛？翻翻吧，这里边有你要的答案。是他害我失去我当年唯一的孩子。我看见他的手机，都嫌恶心。当年一直鼓励我振作的人，是妈妈。这不可能！当年发生车祸的时候，妈妈把我一个人丢下，她怎么可能是一直在背后默默鼓励我，让我重新振作的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发布会不是我想带你这个农村土包子去，这是我老公的遗愿。他生前就想让你去见见世面，我只是在完成他的遗愿罢了。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可惜了小玲啊，这么好的一孩子，他年纪轻轻就……不说这个了，谢谢美丽。其实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刺绣，那些亮晶晶的东西啊。今天刚好可以见见世面，
到时候啊，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好的，送给我的乖外甥。出去一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美丽她，乖孙儿，你快告诉奶奶，美丽这是怎么了？美丽她孩子没了啊！而且恐怕以后也不可能再生育了。这怎么会这样呢？王女士，外面有个叫李秀琴的，想进来看看。让他滚！因为都是他见死不救。让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孩子，他可是林梦流给我唯一的念想，我恨他，我恨他。要不是当年发生车祸，妈妈自己丢下我逃跑，我怎么可能会失去我唯一的孩子？他绝不可能是在背后一直默默鼓励我的恩人。不可能！嗨，我美丽的小女儿，你好呀！相信我，昨天已经过去，明天是一团迷雾，今天是人生最好的礼物。我这个办法也是看了《心理康复108式》，书上说这样可以治疗流产抑郁，不知道有没有用。算了，不管了，反正只要有一丝希望可以帮到美丽，我都得试一下。嗨，我最美丽的小女儿，我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玩偶兔子。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你一定可以从抑郁中间走出来的，加油！我当初鼓励我的人。真的是妈妈，王女士，这个药你一定要按时吃。按时吃，我的孩子就能回来吗？滚！都给我滚！以后不许来烦我！别动！你是谁？我是把。不，如果当初鼓励我的人是妈妈，那她怎么会见死不救？都是假的！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没电了！
今天一定要问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我妈经常待的房间在哪儿？小姐，那你就是。这栋别墅怎么会有这么破的房子？我的女儿黄美丽精明能干，是时尚界最厉害的艺术设计师。无论是怎样普通的东西，在她的手上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我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在她的身上实现了。能有这样的女儿，简直就是我李秀琴这辈子最大的幸福。美丽开艺术设计展览了，站在众人中央的她简直光芒万丈。美丽出了车祸，跟小林唯一的孩子没了，我也很伤心。但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因为医生说她现在状态很差，不好好配合康复的话会落下病根。大家都是女人，我知道这样非常辛苦，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美丽，你恢复的真的很快，可以算是奇迹了。季轩，你帮我拿手机拍张照片，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一直鼓励我的恩人，那个兔子玩偶。啊！3、2、1，来一张。这边两个。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你来干什么？你给我滚出去！不想看到你。美丽，我给你带了鸡汤，我不生气。滚出去！这是杀我孩子的凶手！失去孩子，美丽一定会自责。如果让美丽将失去孩子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她应该会过得开心一些吧。所以一定不能让美丽知道我离开是为了救她。美丽千万不要自责，要怪就怪我这个没用的妈吧。秀琴，妈，美丽，你怎么在这儿？我还以为你妈回来了。爸，当年车祸让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孩子，那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要想知道答案，不如去当年做手术的医院看看。黄女士，3年前你发生了车祸，是你母亲拼尽全力救了你，她真可是一位可敬的母亲。什么？美丽，开门啊！开门，美丽，开门啊！美丽。别走，妈！你别走！
湘西公路，我女儿发生了车祸，她还在巷子里面，我求求你们来救救她！哎，你们看，那辆车子在漏油。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啊！快走，快走！美丽，美丽，你别怕，妈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美丽，美丽，美丽！美丽，来人呐！救命啊！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医生，我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好的，赶紧，赶紧！哎，怎么回事？幸好你的母亲把你背出了漏油的车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赶到的时候，她浑身是伤，神志已经不清了。可她嘴里念着先救你，先救你肚子里的孩子。黄女士，你有这样的好母亲，真是你3生修来的福气啊！谢谢你，医生。是我误会他，我还动了，被他又打又骂，我还把一切的事情都发泄在他身上，是我的错。爸，二哥，原来妈当时没有抛弃我，她没有抛弃我，是我误会她，是妈她救了我。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当时一直鼓励我，给了我重新活下去的希望的人，那个玩偶兔子就是妈，是她一直鼓励我、支持我，才让我重新站了起来。是我做了什么？我为了小冉，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喝了她这么久。真他妈不是个洞！我们又何尝不是呢？爸，我知道错了，我现在要去找妈，我要把一切都说清楚，我要让妈回来。不要了，人的偏见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再说，你妈现在肯定恨透我们了。不可能的！我之前那么对妈，妈她都没有计较。我现在知道错了，妈她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可能你妈当时还渴望得到我们的爱。秀琴，没想到建国对你这么好，他竟然真的把你小时候的设计稿全部都给做出来了，还为你特意开了展览。我听说这个展厅里只为设计界的大人物办展，赵建国能给你搞定展厅，真是太宠你了。是呀，我以前真的是太笨了，错把真心付给了不值得的人。还好，现在醒悟了，以后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来回报真正对我好的人。你的作品马上就要开始展览了，走走走，我们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走。爸，你说妈，她真的不会回来了吗？
你妈她现在不想见我们，我去过她住的地方，连门都进不去。唉，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挽回她。要是再能见妈一面就好了。老爷，最新消息，夫人现在正在艺术设计交流会。什么？好，我现在就过去。哎，秀琴，你看。哎呀，这可是你最中意的作品。妈，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耀眼了？妈，你们黄家人来干什么？如果是来找茬的，趁早滚蛋！我可不像秀琴这么好脾气。妈，我都知道了。当初我出车祸，救我的人是你，后来鼓励我、让我振作的人也是你，对不对？然后呢？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告诉你们有用吗？你们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属死的人不是你，我不想再看到你！滚！黄医生，您妈妈今天出院，怎么没来接啊？我给您送回来了。谢谢啊，小王，他没事儿，死不了就行。老公，我求求你让我看看美丽，我就看一眼，你不要赶我走！李秀琴，美丽的孩子就是因为你没有了，那可是咱们女士效力唯一的信赖，你这辈子就应该老死在农村里，你给我滚！我摔死你啊！看样子你们都想起来了，不用我多说了吧？请吧，别逼我改。妈，小凤、慧萍，我们走吧，还有很多人等我们去见。好，让某些不长眼的人好好看看我们家秀琴有多优秀。哼！秀琴，赵建国真是太宠你了，为了不让你的刺绣展览冷冷清清，竟然请了这么多的大人物。都是他们给面子。秀琴，别妄自菲薄啊！那些大人物哪个不是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真能让这些大人物花时间来看展览的，是你的作品足够出色。没错，李女士的作品实在太棒了。杰克王先生，您来了，您能够来参加我的刺绣展览，真是我的荣幸。李女士，我对你的设置天赋十分看好，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我是李女士师傅上脸。能够受到杰克王先生的邀请，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的梦想，我当然愿意。太好了，来，我们这边请。没想到妈现在这么厉害，那她肯定更不愿意跟我们回去了。别说了，你妈现在恨透了我们，估计不会原谅我们了。爸，我们现在怎么办？你妈现在把我们当仇人看，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她现在有多恨我们，当年就有多爱我们。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够冲淡一切。设计界新秀李秀琴于今日举办个人刺绣展览，在云城设计交流会上大获成功，并收到世界顶级大师杰克王的邀请，加入杰克王的艺术设计团队。第一次举办设计作品展，就获得了行业顶级泰斗的认可，这样的成就无人能及。不仅如此，现在文艺圈、时尚圈、贵妇圈都在讨论妈妈的作品，甚至很多国际顶级品牌都想和妈妈合作。奶奶之前一直都瞧不起妈，觉得她就是一个农村妇女。可现在呢，自从离开我们以后，摇身一变成了设计界的新贵。奶奶要知道，只能惊掉下巴。什么？靠刺绣轰动全国的天才设计师是李秀琴？没错，
我们才出去拍了1个周的电影，他怎么就成了天才设计师了呢？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从未有人看到过妈妈的优秀，但现在自从她离开了我们黄家，她已然不再收敛自己的光环。哎呦，一个农村的乡巴佬能做出什么上台面的东西？就是，这次展览会恐怕也是打着我们黄家的旗号，这才被人吹捧成这样。可事实是，秀琴在外面从来没有透露过半点和黄家有关系。这次展览也是他身边的人帮他办的。大哥，奶奶，那天的事情真相其实不是那样的。行了，过去的事儿已经都过去了，不管这事情谁对谁错。现在俊杰的电影全靠萧山在运作，那萧山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既然李秀琴她已经翅膀硬了，六亲不认了，那咱们就干脆不要了，到时候自然有个后果。萧山呐，你放心，无论别人说什么，老婆是我救心你的。谢谢你啊，老夫人。哦，对了，家人们，我和俊杰出去给每一个人都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专门给诗人挑的领带，这个是我请国外的大师打造的银针，送给静轩。啊，当然还有我们美丽了，这个呀是我专门从国外买回来的定制胸针。那秀琴的呢？当然没有了。啊，那个，品牌方送给我们特别多礼物，要不就这条裙子吧，这条裙子送给他。萧山，秀琴才是皇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她不应该捡这样的东西。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萧姨，你别忘了，到底谁才是皇家的女主人？你这有几个意思啊？来，我们大家一起祝贺秀琴的首次作品展大获成功！来，干杯！谢谢，干杯！来，秀琴，谢谢。秀琴啊，展会结束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和杰克王先生约定了，等过段时间再进入他们的团队。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想好好提升一下自己。好，既然如此，那过段时间你就来我的公司去工作，就当积累一些经验了。好。秀琴，你以前好歹也是个总裁夫人，怎么普普通通吃个饭就一脸享受？是啊，毕竟1个多月以前，我连生病买药的钱都没有，更别提这些好吃的了。现在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还能开心的笑，我真的觉得很幸福。秀琴啊，这以后啊，你想吃就吃，想笑就笑，有我们这些人保护着你，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谢谢你，建国。喂？什么？我被抄袭？作品全部下架？太过分了！如果让我知道是谁举报的秀琴，我一定叫他发财丑见我。秀琴，我去打电话。喂，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秀琴啊，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据说你的刺绣作品涉嫌抄袭，被人举报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哎，去
糕的事情，你就先自投罗网，真的是和以前一样。反正人是你，你老公都不要你了，你儿子女儿也不喜欢你，哼！就算你今天发现是我举报，那又怎么样呢？是啊，还好你的提醒，不然我都忘了。建国，借你车一辆。李秀琴，你在干什么？你死了最好，皆大欢喜。尤其是你老公和他的孩子，能有一个我这么有能力的后妈，这么高兴都来不及呢。我不要死！不好意思啊，以后你的家人和钱，这真是我的。李秀琴，你要干什么？美丽，真的不是这样的，我够了！死了最好，皆大欢喜。尤其是你老公和他的孩子，能有一个我这么有能力的后妈，这么高兴都来不及呢。原来你也会害怕啊！你给我记住，如果再有下次，我可就不踩刹车了。小山，老子现在就在皇家门口，你要是再不还钱，老子就亲自上门讨债了。不要，不要，不要！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晚，如果还不上2000万的赌债，我就亲自上门去找皇家人要。反正只要能还上赌债，偷钱也无所谓。李秀琴那个贱人已经走了，更不会有人发现。老太太，您怎么了？哎呀，小山说等这部电影结束了，他要去世人的公司学习管理。这世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死活就是不同意。没办法啊，老婆子我只能拉下这张老脸去求各位董事。还好这件事情终于搞定喽。哦，对了，萧山他人呢？萧山小姐刚回来就一直在楼上，好像是遇到什么事了。是吗？那我去看看他。哎呀，萧山，人呢？助理说他上来没下来。竟然是这两个贱人的结婚纪念日！
萧山，你在里边吗？萧山，萧山，你在里边吗？阿姨。萧山，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后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啊？没什么啊，那个俊杰还找我有事儿，我先去啊。站住！呀，这保险柜里的首饰呢？说，是不是你偷的？不是我，没拿，你给我看看。这可是我儿子的定情信物啊！现在人赃并获，你说你为什么要偷我们家东西？老夫人，我没有偷东西，我只是看这个展览好看，想带出去撑撑场面。你原谅我鬼迷心窍，原谅我这一次吧，老夫人。老山呐，你怎么敢呢？之前秀琴在的时候，我们家丢那么多东西，是不是也是你偷的？不是我，那是李秀琴偷的，我只能求这一次。够了！今晚的事情，我要跟世人说，你有什么话跟他讲。不能让世人知道，都会把我赶出去的。老夫人，个贼！你个贼！老夫人，你把项链还给我！你把项链还给我！我滚开！老夫人，你把项链还给我！你给我滚开！你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你给我滚开！你给我滚开！你给我小山！小山！快！抢救！快抢救！不知道，我一回家他就在地上躺着，是人我好害怕呀！哎，爸，你就别责怪萧姨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救奶奶。奶奶情况怎么样了？医生，我妈怎么样？领导部说要重创，总得继续加护审计。虽然说抢救回来了，但后续还需要慢慢观察。那老夫人还能醒过来吗？我的意思是说，老夫人什么时候醒过来？这个不太确定。按照患者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就算醒过来，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大家还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嘛。也许奶奶很快就会醒过来。是啊，医生也只是说大概率，说明奶奶还有恢复的希望。哎呀，是人。这段时间我和俊杰档期空着，俊杰又要好好磨练演技，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要忙，要不还是我留下来照顾老夫人吧。好吧，辛苦你了，小山。那平日里老夫人待我这么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爸，妈之前发脾气也就算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她的气也该消了。现在奶奶危在旦夕，她应该马上回来照顾奶奶才行，要不然外人会看咱们黄家笑话的。这。诸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部门新来的员工李秀琴女士，鼓掌欢迎。设计界天才竟然来咱们公司工作了，而且居然是个阿姨，不是吧？真有气质啊！听说她前段时间才办完个人刺绣展览，还收获了顶级设计师杰克王的青睐呢。那可是我的偶像啊！没想到竟然能和这样的人成为同事。哎，你快看，站他身边的竟然是咱们的赵总，陪同的竟然是副总裁。我的天哪，这阿姨到底什么身份啊？诸位，
秀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大师，希望大家以后要多多关照啊。必须的，董事长，赴汤蹈火。而且李女士可是我的偶像，听说啊，这位阿姨在艺术上面登峰造极，身边还有赵总这样的钻石娃娃舞。关键是赵总对她特别温柔，这样的人生太励志、太逆袭、太让人羡慕了，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行了行了，都工作吧啊！李女士，您就坐在里面这个位置。谢谢你。哎，不客气。建国，我要上班了，你也去忙吧。好。小贤，跟我一起吃饭。嗯。妈竟然在赵氏集团上班。是这样的，我找人查过了，听说他已经来了小半个月。保安大哥，我真的是你们黄总的老婆，不给他来送长寿面的，你让我进去吧。不可能，没有公牌不许进去。再说了，你看看你这灰头土脸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我们老板的老婆？你这乡巴佬，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去！我真的是他老婆。去，老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带长寿面，你快尝尝。公司不是你能拿胡弄的地方，回去。不要害怕，你没做错，以后无关领导。你好，我们找李秀琴。有预约吗？我们是她的家人，家里出了点意外，想接她回家。你们是李秀琴的家人？没错，我是黄氏集团的总裁黄世仁，是李秀琴的丈夫。不好意思，我们赵总特地交代过，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尤其是黄氏集团的人，你们还是请回吧。那今天可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等我一下。妈，很好，没想到高高在上的黄氏集团总裁也会有弯下腰的一天。秀琴，他妈出了点意外，从楼梯那间走，不省人事。我想带你回去看看他，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原来你们黄家人也会有今天，想让我回去啊？有我啊！人们，我都已经做到了我能够做到最好的，是你们不懂得珍惜。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有些东西我要不到，不如丢掉算了。最近看了古书说得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一帮垃圾，给我滚！秀琴，我知道我们之前对不起你，我给你道歉，就当我欠
跟我回家吧。是啊，妈，你听我说，都是我们做子女的，确实应该向你道歉。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但奶奶现在她真的病得很重，我们希望你能去看看她，别伤了奶奶的心，好吗？伤心？你们有心吗？你们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叫我回去看看，其实是想叫我回去继续照顾他吧，继续去做你们这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我告诉你，还有你，回去转告你们黄家所有的人。我最后跟你说一次，别说是桃红，今天就算是你们黄家人全部都死光了，我都不会多看一眼。老夫人，我也不希望您变成这个样子，可我害怕世人他们知道我的秘密，费尽心机才在皇家站稳脚跟，不想就这么被毁了。老夫人，你一直都很疼我，也一定会理解我的，对不对？你呀，就这么一直静静地躺着，可千万不要醒过来。醒了，4号病床病人醒过来了！醒了，4号病床病人醒过来了！医生，老太太怎么样了？福大命大，病人醒了，好好调理会好的。谢谢。奶奶，怎么样？感觉还有点不舒服吗？什么？想说什么？奶奶说她想见见妈。奶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都不回来，她想干什么？秀琴恨她黄家回不来了。你们两个也别太生气，秀琴姐兴许因为什么要紧事儿耽搁了，否则老夫人病重她还不来，那岂不真成了狼心狗肺？能有什么事比奶奶的命还重要？我看她呀，就是一个不识大体、土里土气的乡下老妇女，穷一辈子，所以才会这么自私。老夫人，我知道我一个外人住进来确实不太合适，但这不是为了更好的给俊杰安排工作吗？我也没办法。既然秀琴姐这么不喜欢的话，那我住地下室好了，这样她就看不到我了。我委屈点没关系的。哎呀，萧山呐，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你帮俊杰那么多，你能来我们家住，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呀。怎么也轮不到那个土包子说三道四吧？咱们这件事儿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原本那个房间是他的，那又能怎么样？你看他皮糙肉厚的，换一间住一样的。我跟你说呀，那个房间朝阳，光线充足，最适合你了。谢谢阿姨。走。我带你去看看。妈，今晚吃晚饭，你想吃什么？你随便弄吧。哦，对了，今天晚上人多，你做7菜1汤，你再做个佛跳墙，萧山爱吃。不是这样的，秀琴没错，错的是我，是我识人不清，居然让萧山这个豺狼进了皇家。他要是再不回来，我们黄家这一辈子都不会认他。妈，我知道了，我再劝劝秀琴，把她带回家。之前都失败了，这一次真的能成功？爸，您说咱们把妈的男性朋友约出来，这个方法真的能行吗？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就是想让妈去医院看看奶奶，想让他们帮忙劝劝妈，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这个忙。你好，你们等的人来了。你来了，请坐。
说吧，找我什么事？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帮忙劝劝秀琴。我母亲病重，十分想她，请你劝劝秀琴回家。不好意思，是我办错了。赵先生，李秀琴是我们的家人，况且我爸还没有和她离婚，你凭什么不让她回我们黄家呀？就凭她现在是我李秀琴真正的家人。妈，小倩，建国，我们回家吧，倩姐还在等着我们。好，小倩，我们回家。秀琴。啊，对了，我来告诉你们，凭什么就凭秀琴现在是5分，你们黄家人以后再敢欺负你就掂量掂量，你们黄氏集团够不够我赵建国折腾？爸，这赵建国究竟何方神圣？难不成他是赵氏集团的？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现在你奶奶还在等你妈呢。妈都不认我们，能回这个家吗？建国，怎么了，秀贤？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不是说倩倩在家等着我吗？不了，建国，我还有笔账没和黄家算清楚，我要先回去一趟。好，小贤，你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如果受委屈了就跟我说，我给你撑腰。谢谢你，建国。秀琴，你还没走啊？你们不是想让我去看病吗？我跟你走。那真是太好了。希望一会儿你们黄家人还能笑得出来。奶奶，我妈来看你了。怎么现在不闹脾气了？舍得回来了？你别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一个真相。30年前，我在医院生下了我第一个儿子，我很爱他，给他取名为俊杰。但是机缘巧合，后来我发现，现在的黄俊杰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在我生产的那家医院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女人在生产。很巧，她生的也是一个男孩。她未婚先孕，自己没有办法抚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想到了一个歹毒的点子，把孩子调包，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的孩子很有可能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离开。李秀琴，老夫人还在病重，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你要是再无理取闹的话，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杀人凶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闭嘴？秀琴，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萧山是杀人凶手？没错，30年前，他把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进行了调包，我的孩子很有可能早早就死在了他的手上，所以俊杰的生命不是我，而是他。什么？而我的孩子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堆黄土，死不瞑目。小山，不得不说，你这一招狸猫换太子真的是太厉害了，隐瞒了我大半辈子。如果不是因为你想把我踢出局，霸占皇家女主人的位置，我应该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吧。以后你的家人和钱就都是我的了。走吧，儿子。好的。妈，你是不是疯了？不想认我就直说，别说这样的谎话。好，我给你看证据。
己私欲，不惜杀害我的孩子。虽然我现在找不到你杀人的证据，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你会遭到报应的。用你自己的后半生来为我的孩子赎罪。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不会让你伤我亲妈一分一毫。原来你早就知道，你还真的是你妈的好儿子。难怪萧山来了之后，你连妈都不愿意叫我一声。哥，你竟然是萧山的儿子？没错，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不是吗？未来的影视之星，皇家大少爷。哥，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就算不是妈亲生的，那也是妈一点一点把你养大的。你太过分了，黄俊杰，你个逆子！你妈把你养这么大，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背叛她，背叛这个皇家，你要反天吗？我就是要反了！从萧山来我身边的第一天起，他就告诉我是他的孩子。但是那又怎样？只要我不说，我一辈子都是皇家大少。为什么呀？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还是要帮着我妈去陷害李秀琴？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不服。凭什么？凭什么我不能继承皇室？滚！皇室人，你说我没出息，支撑不起这个皇室，把我送到娱乐圈去摸爬滚打，但是你给过我一点帮助吗？凭什么我要我的东西？凭什么我妈辛苦打拼半辈子还是那么落魄，而她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却能稳坐在总裁夫人的位置？我不服！我不仅要把她赶出去，我还要拿下整个皇室！精彩，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萧山来到我家之后，你对我的态度如此冷淡。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就可以融化你这颗冰冷的心。我真是没想到，你简直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你，可惜呀，现在事情败露了。萧山，你处心积虑了大半辈子，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就像一只跳梁小丑。你们皇家眼中无所不能的萧山，和陶虹心中最疼爱的大孙子，温柔善良，不过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虎豹。好了，信念崩塌，这种感觉好玩吗？我嫁到你们皇家，兢兢业业了大半辈子，也被瞒了大半辈子。黄俊杰，我一直认为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努力，所以你才不认可我这个妈，甚至不愿意去认我这个妈。但是现在，我看清楚了，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但是无所谓了，今天就让这场闹剧彻底结束吧。黄世仁，既然所有的错误都是从你我开始，你又迟迟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那这次我们就断得干脆一些。秀琴，你要干什么？进来吧。这是离婚协议和断绝关系书，由赵氏集团法律部门拟定。从今天起，李秀琴将和你们皇家所有人彻底断绝关系。他已经在上面签了字，还请你们皇家人签下自己的名字。不行，秀琴，我知道皇家让你受委屈了，可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家人呐。妈，我们知道错了，就原谅我们吧。你们有认过我这个妈吗？如果再不签的话，我的人就要动手了。秀琴，动手！你们敢干什么？来吧，黄总。从今天起，李秀琴将给你们皇家代管
王总，保重。我妈这下不可能再回来了。大哥，这个事情是萧山的错，你为什么要把一切的错误归咎于妈妈？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她错就错在不是我亲妈。宋一，把我推下去的。是我妈推的又怎么样？她这段时间不是把你照顾的挺好的啊？你。奶奶，好，我妈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两个都是杀人凶手，我要报警，让你们两个得到应有的惩罚。董事长，不好了！赵氏集团对外宣布永远不跟我们合作，现在我们公司90%以上的合作方都要解约。啊！赵氏集团的老总是阴城首富，怎么可能会针对我们皇家？我知道为什么。难道你们现在还没看出来吗？李秀琴工作的地方就是赵氏集团，他刚刚带来的律师也是赵氏集团的律师，包括李秀琴之前举办的展览，我调查也跟赵氏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赵氏集团就是因为李秀琴，才针对咱们皇家。他可是首富的太太，怎么可能会和秀琴有关系？就算是有，也不可能三番两次帮他出手。首富之家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是啊，如果我妈真有这关系的话，那咱之前那么对待她，我早把咱灭了。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3日之后，云城会举办一场世界级的设计大赛，到时各级顶级权贵都会前来参加。只有我们赢下比赛，得到他们的投资，皇家才有一线生机，重现昔日荣光。这件事是我们皇家的事，与你无关。带上那个女人，马上给我滚！是吗？萧姨，不，我亲妈已经得到了内部的消息，知道这次比赛的设计风向。黄世然，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愿意帮你的，也就只有我跟我亲妈萧山。我要怎么相信你？信不信随你，反正现在你们也就只有我跟我妈了，要不然你们皇家就等着完蛋了。条件？我要黄氏集团1半的股份。你这么做太过分了！你闭嘴！这没有说。成交。爽快。妈，这次比赛我们一定要把李秀琴死死的踩在脚下，让她彻底翻不了身。好儿子。这是谁家的钻石王老五？这么帅呀！建国，你工作起来的时候真有魅力。秀霞，你怎么跟同事学坏了，开始学着耻笑我了？我可没有。这段时间啊，同事们都围着我叽叽喳喳的，让我提意见，我可累死了。那是因为秀琴你特别优秀，人又善良又有耐心，谁能不喜欢你啊？好啦，都40、50岁的人了，瞎评什么呀？说正经的，找我过来什么事？3天后会在云城举办一场世界级的设计大赛，到时候不只是云城，甚至帝京世家、欧罗巴尹氏家族也会到场，含金量十足。你的意思是让我代表赵氏集团参加？怎么，没信心？怎么可能？我可不是以前那个土包子、农村妇女了。我保证，一举夺魁。我相信你。哼，今天一定要让那个贱人难看。
李秀琴，没想到赵氏集团还真的派你来，他们的眼光也不是一般的差。黄世仁竟然敢派你们过来，看样子他真的是无人可用。是啊，李秀琴，你再生气再愤怒又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你，今天的设计大赛，我就是要让你看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把你彻底的踩在脚下。今日之后，我黄家就是万众瞩目的冉冉新星，而你，李秀琴，败军之将，毫无尊严，你会被赵家。妈，这次比赛你有多大把握？这一次，我带来了李秀琴在皇家秀了2年的刺绣作品。她离家出走才多久，绝对没有时间绣出更好的作品了。今天她必败。欢迎大家来到设计大赛的现场，请大家入座。下面有请第1位参赛者上台，有请第2位参赛者上台，有请下一位参赛者上台。现在只剩下2位参赛者了，那么今晚大会的奖杯究竟花落谁家呢？有请下一位参赛者萧山上台。大家好，我带来的作品是我亲自绣的《万寿无疆图》。秀琴，是你们走向深渊的开始。李秀琴，你输定了。这幅刺绣你可是绣了整整2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不可能绣出更好的作品。我看你今天怎么赢我。萧山，你知道你拿着这幅作品，现在在我眼里像什么吗？跳梁小丑。哼！能有什么问题呢？这幅绣品本身它没有什么问题，我做过了市场调研，大家请看。现在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种创作非常感兴趣，但是由于它的创作难度，很多人都对它敬而远之。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更加新潮的创作方式。这是我的作品，经过和赵氏集团的合作，已经 AI 量产。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工艺简单，新手更容易上手。太好了，你这岂不是人人都能当刺绣大师了？我敢肯定，这部刺绣肯定能风靡大江南北，那比那什么《万寿无疆图》好太多了。对呀，这种刺绣成本不仅受众人数多，绝对不用担心卖不出去。是啊，那《万寿无疆图》绣一次就得要2年，中间我卡住了，等我们投资的钱全打水漂了。是啊，萧山，我问你，《万寿无疆图》它能不能做到 AI 量产？如果不能量产，就算它工艺绝伦，请问它的商业价值何在？李秀琴，《万寿无疆图》艺术价值无敌，你少拿你那小儿科老石子的生挑刺绣来动摇大家，是吗？我这边还有你们皇氏集团携款潜逃的证据，你要不要看一下？李秀琴，你不要在那里危言耸听！李秀琴，你不要在那里危言耸听！把证据拿上来！各位请看。儿子，那幅《万寿无疆图》是李秀琴留在家里的，我们拿来用是没有问题，但妈压根儿不会绣啊，也不懂什么设计原理，更不要说以后商业化了。到时候我们把合同签了，没办法按时交货，可咋办呀？不懂原理可以瞎编，只要我们有李秀琴的作品拿到投资，皇氏股票肯定大涨。到时候我们就趁着股票涨停全部抛售出去，卷款跑路。那投资人？商场如战场，那是他们傻，没有提前摸清形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走。这视频你怎么弄到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各位投资人，看到皇氏集团现在这样，你们还敢给他们投资吗？什么？《万寿无疆图》竟然是李秀琴的作品，她简直是设计界的天才。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无耻的皇氏集团萧山偷了李秀琴的作品，还在这骗投资，真是用心险恶之极。是啊，这样的黑心企业，谁敢和他合作？差点就被骗了。怎么会这样呢？我非亲非故的儿子，看来你还真的是太年轻了。妈，看来我们全家都小看了秀琴。她不仅有设计天赋，更是有勇有谋。如果这些年不是被我们耽误了，她早就是出人头地了。妈，你先别急，我马上推你去找她。秀琴，秀琴，站住！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就跟我们回家吧。你们以前是怎么对我？现在集团陷入危机了，知道服软。秀琴，你相信我，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等这段时间一过，我一定会让皇家恢复荣光。只要你开个口，让赵氏集团帮我们。我为什么要帮你？公司倒闭了，你们一个两个都不能对我大呼小叫了，这样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吗？秀琴，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们？你妄想让我回去，除非皇家灭门。再说，我早已经跟你们皇家恩断义绝。秀琴，
我跟你说，倩倩，你是没看着啊，今天李秀琴阿姨在发布会现场上，把黄家人打的那叫一个垂头丧气呀，像落水狗一样啊！太飒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啊！那当然了，秀琴阿姨呀，就是最厉害的人。我呢，要向秀琴阿姨好好学习，以后呢，也成为秀琴阿姨这样强大的女人。傻孩子，李秀琴阿姨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不，阿姨就是很厉害。自从您来了这个家以后呀，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都迎来了阳光，我呀变得特别有干劲儿。秀琴阿姨，我有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什么？我能改口叫您妈妈吗？我想这样很久了。好啊，妈。哎，对了，妈，现在呢事情已经全处理完了，我想给你们举办一场宴会，当众宣布您跟我爸的喜讯，您想如何呀？你放心，我全程监督，包你满意。好，一切都听你的。太好了，那我们呢就在3日之后举行宴会，我要向所有人宣布，我赵倩倩终于有妈妈了，哈哈。儿子，医生说你昨晚只是一时急火攻心，静养就好了。我没事。皇氏集团的合作怎么样了？昨天被李秀琴那个贱人那么一闹，所有合作商都取消了合作。不过别担心，这件事情还有救。赵氏集团给我们发了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去参加赵氏集团的喜宴。只要我在宴会上略施手段，让李秀琴那个贱人搞毁这场宴会，那她一定会被赵氏集团赶出去。传说中的赵氏集团倒是有一线生机，但是妈，咱们真斗得过李秀琴吗？要不算了。你是我亲儿子，你什么意思啊？妈，我真的累了。李秀琴虽然没有生我，但是对我也有养育之恩。妈，不如我们走吧，找一个安静的城市，快快乐乐的生活。怎么，你现在也觉得李秀琴好了是吗？不可能，我会证明你亲妈更强，绝不会输给李秀琴。妈！尊敬的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父母的新婚宴。皇家已经不帮我了，狼心狗肺的皇家。但优势在我被赵氏集团邀请了，李秀琴竟然没有来参加赵氏集团的宴会，看来不用我出手，她已经被赵氏集团厌弃了。下面呢，有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登台。什么？这不可能！首富赵建国的新婚妻子怎么可能是李秀琴呢？妈，上天眷顾我们皇家，云城首富竟然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婚宴，这个机会弥足珍贵。
是啊，能参加首富的婚礼，散散心，对您的身体也好。是啊，奶奶，她肯定是了解了爸的商业名声，想拉我们黄家一把，也是有味可知啊！下面呢，有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登台。首富赵建国的新婚妻子竟然是我妈！怎么可能？恭喜！谢谢，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你们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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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谢谢，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建国，倩倩，我去趟洗手间。好，我们等你回来。妈，你先去，一会儿回来呀，咱一块儿回家。去死！奇怪，你妈的电话怎么没人接呢？这是。爸，事有蹊跷，我妈可能出事儿了。李秀琴，这一次是我赢了。萧山，你可以呀！为了可笑的赢我，竟然敢绑架！来人！立刻给我去张夫人的下落。在。儿子，召集皇家圣域所有人都去找你妈。小山，往往归归，失而不报，杀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在乎。哼，当年就是我杀的你的儿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惜啊，你不像陶虹那么蠢货，要不然我的计划就是完美的。儿子的仇融在我的血液里，都是陶虹这件事情，是你杀的。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小山，你真的是疯了！疯了？没错，我就是疯了，就是我亲手把那个死老太婆推下去的。是吗？他一直都把我放在心尖上，视你如干女儿，却差点被你害死。他现在一定很痛苦吧？陶虹最痛苦的是，他误会，分分两次的陷害你。欺负你，李秀琴，如果不是我欺负你、陷害你，你怎么能有这般妖言呢？让我嫉妒！我别说了，没有皇家，我会更加耀眼。怎么把绳子解开的？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只不过我们演了一场戏而已。萧山，我是不是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啊？不可能！这一切就要感谢皇家的所有人，感谢黄世仁，他的自私自利，是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且陶虹是他的百般打压藐视，让我学会了凡事都要忍耐。他们的冷漠教会了我心狠手辣。还有我的二儿子，把他辛辛苦苦地培养成优秀的骨科医生。他对为人温柔善良，无微不至。
却对我百般嫌弃。他教会了我什么叫做衣冠禽兽，善恶不分。还有我的小女儿黄美丽，她高贵甜雅，却亲疏不分，教会了我什么叫做以怨报德，善心错付。还有你，萧山，个小三，鸠占鹊齿，猛血吞龙，你教会了我什么叫做无耻之极，杀人灭口！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里的摄像头正在全场现场直播。这么多年，我在皇家遭受所有的一切，都该结束了。贱人，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啊！住手！世群，你没事吧？啊！把这疯婆子给我送到警局去。是。哎，你们三个救我！救我！快快救我！救我！建国，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就好。世群，对不起。皇家的一切，留着下辈子去说吧。建国，倩倩，我们走。好的，妈妈。妈，你刚刚真的太帅了，吓死我了。我们现在走。这封信是我在秀琴丢掉的项链里发现的，这里面记录着他这些年的辛苦，就当做给你最后的礼物吧。我叫李秀琴，我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因为我不仅有爱我的老公，还有3个最爱的孩子。今天是我跟世人结婚的30周年，他虽然回来的很晚，但还是带回来了一朵我最喜欢的黄色玫瑰。能有这样的家，我觉得很幸福，很知足。虽然现在在外面，别人都会尊称我一声黄太太，但是我最记得的永远都是以前我们一家5口在那个破旧的出租屋的场景。静轩虽然是男孩子，但是最温柔体贴。每次看到我摆摊回来，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都心疼得直掉眼泪，说以后一定要当上最好的骨科医生，给我捶背，给我治病。每次听到他这样的话，我觉得再辛苦都值了。还有美丽，我最可爱的小女儿。小时候别人都能穿漂亮衣服，她只能穿我缝的衣服，但是她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还搂着我说我做的衣服是全天下最舒服的衣服，最爱的就是妈妈，长大了要做设计师，给妈妈做最好的首饰，最美的衣服。我还有世界上最爱我的老公和孩子，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觉得羞耻。可是为什么神一旦有钱就变了呢？我的乡音，我的没有见识，我的跟不上潮流，都是突然才出现的。我好想回到从前，我们一家人还能坐在一起，好好的吃上一顿团圆饭。秀琴，秀琴。你怎么来了？秀琴写的信。
以前的日子真好啊，我真怀念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无论我再辛苦，日子过得再艰难，我都没有失去过希望，因为我知道，只要这个家还在，我的全世界就还在。到了，欢迎回家。妈，你都不理我。哎呀，乖，孩子一样，走走，回家。走，走了，二哥。俊杰是我最懂事的儿子，虽然他从来不会开口说他对我的爱，但是夜晚总是亮着等我回家的灯，家里洗好的碗都是他对我最真诚的爱。他从来不会让我操心，也从来不跟我撒娇，但是我最心疼的孩子就是他。俊杰，还愣着干什么？走，我们回家。我有时候希望他能不这么懂事，如果我也像别的母亲一样这么厉害，他是不是就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可是自从小山来了之后，他就变了。俊杰，是不是因为妈妈做的不够好，对你还不够好，所以你才不认我这个妈的？我改，我都会改的。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已经非常的努力的讨好你们了，你们还是不喜欢我？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那个爱我、护着我的你们去哪里了？我真的想回到以前，但是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儿子，儿子，俊杰，俊杰，俊杰。俊杰，俊杰，你醒醒啊！俊杰，俊杰，俊杰！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妈，你带我走吧。傻孩子，我们回家。